好，这几个问题很重要哦，很重要哦，就是怎么去练。所以像马步，我们也是蹲下去先撑，然后撑到都觉得有撑开再放掉，就在正的位置上。放掉不是整个放掉。往后的话，我的肩会不会关了？因为它是往后。不会啊，肩是另外一个关节啊。对，可是它往后我有点难，给它个往后。还有一个哈，你不要讲骨头，你要讲筋，因为骨头是固定的，骨头是固定的，筋是活动的，所以筋拉开以后啊，筋是什么？筋我们在讲的是什么？筋里面的力量怎么走？是筋里面的力量怎么走？这样不懂？啊，所以我可以这个是筋里面的力量，我可以是这边开的，我这边也可以啊，那我这边也可以前后开嘛，可我这边也可以直往前，就它是一种力量的控制，每一段都可以做不同方向的控制。因为我们可以想，我想到全身的话，我会想到这里有一个中间的点，离远这样的。但是我想这样的话，我有点难想到，因为我感觉这个力量会撞到。你想是想不出来的，想不出来。你要做到。当你会做到，你会动你的关节的时候，你会开合你的关节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们产生连结了，你就知道你要连接哪一段到哪一段，就是它里面就有不同的方向。你才能够连接它嘛，所以我强调，牵引就是这种抻筋拔骨或者拧转，是由一段关节一个关节到下一个关节，它是一段一段的，你不能把它整个想，你要想它是分开的，你在同时一节，它才能够串联起来嘛，所以叫做节贯穿。它是一节一节的功能，所以你可以决定我只做这一节，我做这一节，要不懂？要牵涉到你能够控制多少嘛？我全身的关节都可以控制，包括脊椎，包括手，包括腿，我就可以做很长，我这个筋可以，这个力举可以做得非常长，要不懂？那它里面就有很复杂的哦，很复杂的，这个是往哪边，那个是往哪边，因为你不可能每个都同方向，每个同方向它里面就没有张力了嘛。过年，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今年不拜年的。不拜年。下礼拜停课。对。好，感谢。好，拜拜。我们有讲当的关系提起来拉起来。我运动的时候，我觉得想到坐骨拉起来，不给坐骨的重量做下去，感觉比较轻一点。可以用这个想法吗？不一样了。不行。不一样。练筋就练筋。练筋 ，OK。不要用其他的方式期待。不用想骨头，真的都想到。不要想有什么辅助啊，有什么替代的方法，不要，我们就是练那个。OK。哎，啊。明白。谢谢老师。啊，还有吗？我看一下，你们还有吗？还有问题吗？像这样子比较好，你在练习当中平常有问题，把它记下来，啊。你有啊？老师以前教过毛步，因为我做毛步我就会一直调啊，觉得这边不对那边不对。有一次说，就怎么站就怎么站。对。然后我决定要站一分钟。我就站到，虽然我觉得我可能体重60%在这里，40%在这里，那就算了，就站。不行。还是要调整。不行。因为马步是最正的、最平衡的一个姿势嘛，你为什么要站骑马步？那我会
因为我平常会一直觉得，好，我调了一下，翘屁股，我要调一下，所以我这个1分钟会一直在调不同的。你找中啊，所以我说以剑椎为准啊，剑椎下去，剑椎是一个中。你把这个剑椎的中央这个东西，它是一个好像船的锚一样嘛。你把这个锚沉下去，沉对了，整个就正了嘛。那有时候要调的是什么？有时候你会使用肌肉，我这边的肌肉强，我就会用它多一点。这边肌肉弱，我会偏一点，是不是？那你以骨骼为准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练姿势啊，都要以骨骼为准，不要管肌肉。所以你的骨骼对了，你骨骼为准了，你就不要管了。听不懂？哎，就不要管了，去注意骨骼，注意关节角度，注意骨架。肌肉就是尽量少用。那当我们少用肌肉的时候啊，当然关节就会产生活动嘛。当你肌肉紧的时候，关节就没有活动度嘛，所以你会感觉你比较稳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锁住了嘛？你肌肉放松的时候，关节它是活了，关节活了以后，你会发现关节会在动，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去找那个关节最正确的角度，不让它动的角度。把剑椎先放对了以后，你去找那个关节不会动的角度，就是两个东西刚好不用力的时候，刚好这样放着，这个角度找到了，就行了嘛，晓得吗？骑马步是最平衡的一个式子，所以他练的重点之一就是在练那个平衡。就两边的平衡，上下的平衡，整个身体的平衡啊。因为我记得我是这样，然后我看Victor拍的 video， 他也是站着一直在调什么脖子、手哪里一直在动。对呀，所以你会站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啊，我这边肌肉比较紧，我把它调一下，那边比较感觉有点不舒服，我调一下，你就放松。有感觉不舒服你就放松，骨架对，其他感觉不舒服你就放松。不要用力调。放松是在原地放松。洪哲每次我叫他放松，他就会放松，不对嘛？因为你一这样的时候你就用力啦。你又回到用力了嘛？我说你紧的肩放松，你不要去这样动肩放松，这样子你没放松啊，你就从原地放松。你没放松是因为紧嘛？你体会那个紧嘛？从那个紧变成松，这个是松紧的练习，这样不懂？你觉得哪边酸了？当然会嘛，因为我们平常姿势不对，或者有一边的肌肉会比较紧，有一边的肌肉会比较没有力量，是不是？你站的时候。当你站平衡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好像不平衡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能去迁就肌肉的感觉，你要去找骨架，找关节，它对了，其他你不要管了。你感觉哪边不舒服，哪边放松，原地松掉它。啊，还有吗？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刚刚老师在讲说，就是如果说像练马步，然后就是让它放松，比较到是正的重。对。然后因为我自己以前在练站桩的时候，那他们就是定住不动，但有时候会某些地方很酸。对。但我还是试着去把肌肉放松，可是就是这样一直放松到一段时间之后，会全身是没有办法自己的一这样微微的这样子的一个抖动。对。那它这个过程是在慢慢去让身体自动去找到那个正确的姿势。一个是他们站久，你站久了以后，你站久，当你身体都没动的时候，它会变得有一些僵硬嘛，是不是？理想的结果是什么？理想的结果是当你站了以后，你的能量从底下起来了，
这个热能，这个能量会把那个僵硬的地方冲开、化开，那个时候就通了，晓得吗？可是你如果没有，你如果一直是那个状态，那个能量没有起来，你就一直是僵硬。因为它会是先从脚的地方开始做一个，就是微微的这样子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慢慢地对对，所以那种状态的话，你就尽量不要让外面动，维持到外面的定，你让它在里面动，哎。它在里面动，就帮助你把那个僵硬的地方慢慢震动开。了解。啊，晓得吗？所以那个以前那个自发动功啊什么哈，那其实是一种自然会有的状态，并不是很神秘的。还有问题吗？那这样的话，就是只管松，不要管力量了。在站桩的时候，不要管啊，我管骨架嘛，姿势是由骨骼跟关节角度决定的嘛，你把这个放对了就好了。那可是像骨架正，那筋的位置正确，那照理说脚上的力量也可以，比如说这样撑着，这个力量就会上来。但这个时候就也不用去管这个事情。不用，我们刚刚是讲这个 standing meditation 对吗？来，这个 standing 找到这个关节对位置。用骨骼来讲的话，我会了解找到中间它脚踝、膝盖、髋关节的位置。但是到脊椎的部分的话，我们的 center line 它是在中间身体，没有在中间这个脊椎的骨头嘛？对啊。So 改我们在脊椎的部分不能真的休息在骨头上面，要休息在这个 center line， 给它拉开一些上。Central line 是以脊椎为一个什么？脊椎为一个标准线。OK， 它是以脊椎为一个标准线。那你我讲以骨头为主，以关节角度为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讲肩椎沉下去，腰塌下来，胸椎就往上了。它变成一个在脊椎方面，它产生一个往下一个往上的力量，让脊椎的空隙可以开。做到这个了以后，你的脊椎就是偏向于直，偏向于正的。脊椎偏向于正的，它的关节都开了以后，能量才可以走啊，是不是？ Yes。所以这种状态是你不用力的状态。那用力的话呢？用力就走到筋上面去了嘛。听不懂？哎，那个支撑就到筋上去了。哎。我们站起来的话，我会看得到肩椎可以往下，可是我们坐在一个 chair， 桌骨有点卡住了，还可以往下吗？行啊。 怎么样？因为你坐下去的时候，你接触桌子是什么？是这个骨盆，是骨盆最下面那个嘛？那肩椎还在它的上面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把那个坐正了以后，肩椎其实还没有碰到底啊，所以肩椎还是有往下的空间啊，有那个力量啊。所以坐你不能这样子啊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肩椎碰到椅子了。 肩椎就会有压力了，听不懂？哎，好，还有吗？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有看到你们之前练习有一个影片，也有看到 Victor，like it was a very old video， 你们是推这个墙壁，这个有点小，有一个推这个墙壁，给我们感受到好像有来回的力量。 但是用这个方法的话，我有点，用这个方法是给我们也展开这个关节一下下，是不是？用这个方法，第一个是你的那个肩胛骨它是不是有这个力量，在这个限制当中去打开它。因为这里有往后，这边有。对，它挡到你的延伸嘛。 可在这种状态下，你还是要去开它，撑开它。那训练筋的力
力量。但是老师，实际上我们的肩胛骨往后是因为手是在臀部旁边，我的手是45度的话，肩胛骨也是往前吧？不会啊，也可以往后啊。也可以。也就是说，看你要练哪一段嘛。你如果是要练这一段的时候，它就必须是往后的，它是往前的。OK。你就是这一段的伸展嘛。你如果要练到腰，你就是这个走，腰往下沉 ，OK， 就到腰了嘛。它可以往前吗？改变一下。行啊。OK。可是胸不要闭，就我往前，我这个是往前嘛，没有影响到胸，是不是？我到腰，那就腰往下。我现在要到胯，那我腰也走，腰的力量也跟它走，可是我的胯往下落，我的胯往下拉。所以我讲嘛，这个筋的力量是由一段关节到另外一段的，所以你要用哪一段，由你决定啊。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分段练，明白，晓得吗？这样比较明白，比较 clear。谢谢我。分段练你才清楚，知道吗？哎，这样新年的时候手指可以练。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，比方讲你们有练瑜伽或什么哈，或者你在那个。你在健身中心，比方你在健身中心有那个拉的，上面拉的有重量嘛，是不是？你就沉下去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分段，因为那个重量帮助你拉伸展嘛，拉开嘛，拉开的时候你可以一段一段，我从手腕把那个力量拉回来，会了放掉，我从手肘把那个力量拉回来，你不要真的拉回来哦，只要去运用它。产生一个往回拉的力量就好，然后我从肩膀把它拉回来，我从肩胛骨拉回来，我从腰拉回来。当它帮助你伸展出来那个张力出来以后，你可以分段来拉，就分段练，就会弄得很清楚，这样没懂？或者你瑜伽做一个伸展的动作，停下来，分段拉开。而不是一整个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我刚才教你们的这个形意的这个伸展，你也可以啊。从哪边拉回来，还是往前，力量还是往前。我要从哪边拉回来？从手肘拉回来，从肩拉回来，从腰拉回来，从胯拉回来。你要从哪边拉回来嘛？听不懂？都是这样练的哦，筋必须要分段练。好，好，还有吗？可是那像刚刚这样拉的练法，跟找到对的位置、关节位置，是不是？你能分段拉，它就对啦。哦，所以要先分段拉得好，再放松。本来就是嘛，你分段拉的对了，它一节你先拉一节。拉对了，你拉2节。当你拉2节的时候，第1节它是不是就是对的？再拉3节，1、2节它是不是对的？对啊。那就是拉完，我把那个筋的力量放松下去，那这个时候就是落在正确的关节位置上。对。好，这几个问题很重要哦，很重要哦，就是怎么去练。所以像马步，我们也是蹲下去先撑，然后撑到都觉得有撑开再放掉，就在正的位置上。放掉不是整个放掉哦。应该说没有，就强迫他要撑，就是跟放掉也是开，放掉也是撑开，只是它是松的撑开。没有听不懂？那么多力量在上面。对，它不是垮下去的那个。就是说当我们的关节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只能是静态的，很轻很温柔的那个关节放一起。当我们把它练习把它撑开的时候，是用我们的筋把它拉开。你要放掉的时候呢，你放掉它是很温和的在一起的。这个状态下你不能动，你不能去给它力量。所以当你一要动的时候呢，你一松它又开了，打开你才能动，听不懂？啊？也就是
所以像我们在家如果练像这个桩也是要先撑。如果一开始就只是这样松松落下去，有可能我们做的位置是不对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发现。对，所以我说你是什么？你是一边撑一边做嘛，一边提一边做，一边提一边做，你就是对的。好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